這個黑紗刀鋒3把超薄磁吸做成了可長期使用的隨身方案，貼背輕便，補電穩定。拆解也能看到它在安全電路和無線功率方案上做了系統設計，特別是電芯的穿刺實驗，讓整體更放心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這視頻我們已經確認了刀鋒3的核心定位，0.8厘米的極致輕薄磁吸，日常貼背補電很順手。同時，它在不同功率檔位下策略取向也很清晰。這期拆解我們重點看，在這麼薄的機身裡面，線圈和磁體怎麼堆，散熱路徑怎麼走，無線主控用了什麼方案才能把邊界管住。我們按流程來啊，先把結構和用料證據擺出來，再做一段電芯材料的科普，給大家講講塗層式高密度鈷酸鋰電池，最後把電路架構掰清楚。結論不靠感覺，拆開見分曉。這是配套的短線，我們不用拆了啊，這個線材拆解了就沒有什麼意義了。還是老規矩，充電寶拆解有爆燃的風險，請大家不要模仿。把這個鋁壳体加熱以後，電池才拿得出來，不然的话，這個電池摳都摳不动啊，它是双面胶粘上去的。壳体上面不光是有双面胶，還有這種紫銅箔加石墨烯的复合導熱貼。這種銅箔式的導熱貼，導熱效果是非常好的。主板上還貼有灰色的導熱硅脂貼 ，LED 區域黑色的遮光罩，2顆螺絲把主板固定在這個殼體上面。採集溫度用的 NTC 熱敏電阻貼在電池上面，卸掉螺絲，拿出主板。主板的背面有紫銅箔加這種陶瓷纖維隔熱棉，用來避免主板的溫度傳遞到手機貼的這一面，熱量盡量的是從這一面導出來。電池四周有泡棉雙面膠進行粘貼，用來保護電池。電芯通過點焊連接到主板上面。這邊是磁吸區域，磁鐵是用的加厚的，所以它的吸力很不錯。兄弟们，這個就是黑紗刀鋒3磁吸充電寶內部的塗層式高密度鈷酸鋰電芯。剛剛我已經做了穿刺實驗，我們一起來看看穿刺實驗的過程。這個實驗是有風險的，請大家不要模仿啊。现在大家也看到了，這顆電芯在鋼針連續穿刺之後，沒有出現起火爆燃，這說明它在高密度取向之外，穩定性和安全餘量也確實做了加強。但問題來了，它明明還是鈷酸鋰路線，為什麼能把穿刺表現做到這個程度？這個塗層式高密度鈷酸鋰到底是什麼東西？接下來我用最直白的方式，把這顆電芯背後的材料邏輯給大家講清楚。為了讓大家搞懂塗層式高密度鈷酸鋰到底是什麼，這幾年電芯的升級往往不是只換一種材料，而是正極、負極、界面、電解液和結構的設計一起協同優化，不是嚴格的一代接一代線性換代。咱們先說消費電子裡面常見的鈷酸鋰路線，它的優勢很直接啊，單位體積能量密度高，適合在有限空間裡塞進更多的電量，特別適合輕薄設備。像刀鋒3這種0.8厘米的極致輕薄形態，電芯的取向往往就是密度優先。再說硅碳負極，本質上是把負極的容量再往上提升，提升電池的續航表現。傳統的石墨負極優點是成熟穩定，硅碳負極的優勢是容量會更高，但問題也很明顯啊。硅在充放電過程中體積變化大，對結構設計
連接體系、界面穩定性和壽命一致性要求會更高，也更考驗廠商的工程控制能力。最後回到這期的主角，塗層式高密度鈷酸鋰，本質上還是鈷酸鋰的路線，只不過在追求更高能量密度，甚至更高節脂電壓時，會通過表面包覆或者界面改性去提升安全和穩定性。因為鈷酸鋰一旦在高壓、高密度方向推進，副反應、界面老化、產氣風險、循環衰減的壓力都會更明顯。塗層的意義不是讓電芯變成金剛不壞，而是盡量把這些副作用壓下來，讓它在高能量密度取向下依然能夠保持可控的安全穩定性。所以大家看，高密度更多是在講能量取向，涂層更多是在講安全穩定化手段。一個是把電池電量盡量做上去，另一個是把高密度帶來的副作用盡量的壓下去。這本質上是一套工程取捨，而不是一句營銷口號。接下來我們再看電路架構，材料決定底盤，但邊界怎麼管，最終還是散熱結構和保護策略說了算。這一段我們從電芯到 C 口，把電芯、保護、主控講清楚。這塊電池是黑砂定制，品牌方是江西贛鋒新能源。電芯的適應標稱5000毫安時，能量值 19.25 瓦时，放在 0.8 厘米超薄結構裡，走的就是輕薄加高密度的產品取向。贛鋒新能源隸屬於江西贛鋒鋰業集團旗下的子公司，成立於2017年，專注消費電池、儲能、動力電池、固態電池等方向。電池保護這邊，適應 HCKG 的單串保護芯片，負責過充、過放、過流短路這些保護底線。適應 J2045 的保護開關管執行斷電動作，這就是芯片負責判斷 ，MOS 負責切斷。真正把充電、放電、協議、功率路徑串起來的是這一顆移動電源主控，來自珠海智融科技出品的 SW6206S。智融科技2014年成立，主營電源管理芯片的研發與銷售。配套的 2.2 微亨合金電感就是升降壓的儲能核心，兩端並聯多顆 MLCC， 負責把高頻紋波壓下去。輸出側再配上一顆220微法16伏的固態電容，把負載順態與輸出穩定性拖住。V80 通路這裡用了兩顆 8205A 雙 N 勾道 MOS 做輸入輸出切換，作用就是該通就通，該斷就斷，同時兼顧防反灌、路徑切換和異常保護。一顆 R005 電流採樣電阻給主控做採樣檢測。Type-C 口旁邊還有一顆思印1213的 ESD 防護器件，守住 C 口的靜電保護。這一段電路，電芯安全交給保護，能量調度交給主控，接口邊界靠開關和 ESD 來兜底。充電寶的無線這一塊，我們按照供電、控制、功率、溫控4條線來講，你就能把整套電路看懂。首先是供電，深圳林星熙微電子的 LX4004A 電荷泵芯片，給 MCU 和無線主控提供輔助電源。林星熙微電子2021年成立，專注通用邏輯集成電路、MCU、顯示驅動等電子器件。控制核心是台灣靈通科技出品的 MCU 芯片，型號是 GPM8F8009C， 負責讀 NTC 判狀態、做功率策略、發控制信號等。靈通科技2004年成立，主營消費類多媒體控制類 IC。無線功率主芯片是北京新洲科技出品的高集成度 H 橋功率級芯片，型號 SCT63142，用來驅動無線線圈的 LC 谐振。新洲科技成立於2016年，專注電源管理芯片。旁邊這5顆 MLCC 就是谐振電容組，多顆並聯，容量可調 ，ESR 更低，發熱更小。再加一顆 NTC 熱命電阻，溫度一旦逼近閾值 ，MCU 就會降功率或者關斷。另外，無線開關用到深圳微兆半導體的 VS3622D1 雙 NMOS 做功率通路控制。微兆半導體2012年成立，主要做功率器件等半導體產品。無線這一套就是 MCU 做策略 ，SCT63142 負責把直流變交流推線圈。諧振電容定工作點 ，NTC 負責踩剎車，外置的 MOS 負責上電斷電的總閘。兄弟們，這期黑砂刀鋒3測試和拆解合在一起看，它的產品目標非常明確啊，把磁吸充電寶做回真正的隨身的形態，0.8厘米的極致輕薄，通勤、出門、臨時補電的體驗都很順手，這就是它的核心價值。測試片我們也看到它的策略取向也很穩，日常常用檔位下，無線補電節奏更平滑，溫升控制也很克制，讓整機更偏向穩穩的用。這種取捨非常符合輕薄產品的定位。拆開之後，證據鏈就更扎實了。
電芯採用贛鋒新能源定制的方案，塗層式高密度鈷酸鋰電池，配合保護鏈路，把安全底線兜住。而且我在安全條件下做了電芯穿刺實驗，表現是沒有出現起火、爆燃的失效特徵，整體呈現出的反應是更受控的觀感，與半固態電芯穿刺實驗是相近的結果。當然，我也強調一句啊，穿刺實驗是危險行為，請勿模仿。所以這期視頻咱們做個總結，這個黑沙刀鋒3把超薄磁吸做成了可長期使用的隨身方案，貼背輕便，補電穩定。拆解也能看到它在安全電路和無線功率方案上做了系統設計，特別是電芯的穿刺實驗，讓整體更放心。想要輕薄隨身、磁吸應急補電，更看重安全取向的用戶，選它就是對路的，適合當做隨身補電的長期搭檔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拆試為真相，認真測拆，客觀輸出。我是離火車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